1856年7月10日深夜，塞尔维亚小镇斯米扬 （Small Jen），暴雨如注，闪电劈开黑色天空，仿佛整个宇宙都在等待一个时刻的到来。就在这雷电交加的夜晚，米卢丁·特斯拉牧师的妻子乔卡 （Joka） 诞下了第4个孩子尼古拉·特斯拉。据说，当接生婆看见窗外闪电时，忧虑地说：“这孩子是黑暗之子。”乔卡却平静地回答：“不，他将是光明之子。”这句话在几十年后竟以最字面的方式应验特斯拉用交流电真正点亮了整个世界。补充之时，这段黑暗之子光明之子的对话在特斯拉自传《我的发明》中有明确记载。特斯拉晚年回忆此事时，语带讽刺地笑说：“他说的对我的，却让爱迪生的直流电陷入了黑暗。”年幼的尼古拉是个令父母又惊又爱的孩子，他的记忆力惊人，能背诵整本诗集，他的想象力无边无际，他自述脑中常出现如此真实的幻想，让他分不清现实与想象。然而，改变他一生的瞬间发生在某个平凡的冬日午后。当时年约7岁的特斯拉在抚摸家中一只波斯猫马卡克时，突然发现猫毛间蹦出了静电火花。他惊呆了，立刻去问父亲：“这是什么？”父亲平静地答：“那只是电，自然界中到处都有。”就在那一刻，小小的尼古拉盯着那些细微的蓝色火花，心中升起了一个贯穿他一生的问题：如果我能控制它，会怎样？补充之时，特斯拉在晚年的信件中深情提到马卡克是我所认识过的最美好的生命之一。他甚至说自己一生对电的执着都要感谢那只猫。马卡克在塞尔维亚语中就是熊猫的意思。特斯拉的父亲是一位牧师，一心希望尼古拉继承衣钵，走上神职之路。但尼古拉心中早已有了不同的答案。在格拉兹理工学院 Graz Polytechnic， 特斯拉简直是个学习狂人。他每天读书长达17至19小时，第一学年9门科目全部满分，甚至让教授怀疑他是否有作弊。院长亲自写信告知特斯拉的父亲：“您的儿子是我见过最优秀的学生，但再这样下去，他会把自己毒死的。”然而，在格拉兹的最后一年，特斯拉却在课堂上与教授正面交锋，他公开质疑爱迪生直流电机的设计缺陷。教授嘲笑他：“特斯拉先生，您是在跟自然法则作对吗？”特斯拉没有回答，但那个问题从未在他心中消失。补充之时，特斯拉的超强记忆力不全是天生的，他后来承认自己年轻时患有强迫性的影像反刍症，脑中会不断重播所有见过的文字与图像。他把这个诅咒变成了天赋。1882年，特斯拉前往布达佩斯，在中央电报局找到了一份工作。然而，抵达不久，他便遭遇了人生第1场崩溃。极度过劳的他突然间感官变得异常敏锐，他能听见几公里外的手表滴答声，感受到地板轻微的震动，光线对他而言宛如刀割。他病倒了，卧床数月。就在这段看似被命运抛弃的时间里，奇迹发生了。某个傍晚，特斯拉与朋友安东尼·西吉提 Anton Sigeti 在城市公园散步，他一边朗诵歌德的《浮士德》，一边望住落日余晖。突然间，那个困扰他多年的问题在脑中以完整的画面爆炸式的呈现：交流电、旋转磁场、
他立刻蹲下，用树枝在沙地上画出了交流电动机的完整设计。朋友吓坏了，以为他又在发病。特斯拉却激动地站起来大喊：看，这将改变世界！补充之时，特斯拉后来描述这个顿悟的瞬间，那个画面清晰的彷佛真实存在。我几乎可以用手触摸到那个旋转的磁场。这个在布达佩斯公园沙地上画出的草图，成为了改变人类文明的设计。带住革命性的发明构想，特斯拉来到了巴黎，进入了爱迪生欧洲公司 Continental Edison 工作。他的才华立刻引起注意，公司工程师们对他又钦佩又忌惮。这个塞尔维亚人总是能在其他工程师放弃的问题上找到出人意料的解法。然而，特斯拉最渴望的是直接向爱迪生本人提出交流电的构想。他数次试图说服上司，却一次次被打回票。就在他准备离开的前夕，高层查尔斯·巴奇勒 （Charles Batchelor） 亲手给了他一封推荐信，对象正是爱迪生本人。信上只有一行字：亲爱的爱迪生，我认识2个伟大的人，一个是你，另一个就是这个年轻人。补充之时，这封信在历史上被反复引用，但有趣的是，没有人知道巴奇勒究竟只是在夸赞特斯拉，还是早已预见他与爱迪生将形成历史性的对决。历史学家至今仍在争论这句话背后的语气。1884年6月，28岁的特斯拉踏上了前往美国的轮船。那一刻，他几乎身无分文，行李在路途中被盗。抵达纽约时，全部财产只剩4分钱，一首自己写的诗，几个物理公式的草稿，以及那封改变一切的推荐信。他站在船头，望着自由女神像的轮廓，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交流电将照亮这片土地的每一个角落。纽约的街头，到处是爱迪生直流电的弧光灯，明亮却昂贵，只能照亮几条富人街道。特斯拉扫视着这个城市，嘴角浮现一抹微笑。我来了，爱迪生先生。补充之时，特斯拉后来在自传中描述迪美那天：我的口袋里只有4分钱，却比现在拥有亿万财富还要快乐。因为我知道，我带来了整个世界都不知道的秘密。如果喜欢这个影片内容，请订阅、分享并按下小铃铛，这样有新的影片才可以第一时间分享给你。你的支持是我制作影片的动力，我们期待下次见。